Hello，各位玩家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我是大陆。最近大陆发现有很多社区玩家都在询问关于泰拉瑞亚手游的更新，所以大陆自己就去搜索了一下，发现原来目前最新的 1.4.5 版本终于在台港澳的手机商店正式上线了。但其实这个版本早在今年1月的时候就已经在 Steam 上推出，而大陆那时候就稍微注意一下。这次手机版跟上之后，感觉整个玩家的讨论热度又起来了，很多人都在分享开荒心得跟新东西，所以大陆就想说，不如趁这个机会自己从头开一个新世界来玩，顺便帮大家整理一下这次 1.4.5 到底多了什么，手机版现在玩起来的感觉怎么样？还有就是2026年了，泰拉瑞亚还值得我们花时间下去吗？那今天这集就是大陆这阵子重新开荒的实际体验分享，没有太多复杂的历史回顾，就是一个重新体验游戏的真实感受，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吧。如果你问大陆泰拉瑞亚到底是一款什么样的游戏，其实很难用一句话说清楚。它有探索、有冒险、有战斗，但同时也有极其丰富的建造与经营元素。你可以选择单个挖矿打怪的冒险家，一路攻克各种 BOSS， 也可以选单个与世无争的建筑师，盖出超华丽的城堡，甚至想把自己变成像大陆一样，在地底东挖西挖，盖出一些奇怪的东西，也完全没有问题的哦。因为这款游戏的自由度真的很高。大陆这次开荒选的是一般难度中等世界，没有用特殊种子，体验最原汁原味的 1.4.5 版本。第一个让大陆很有感的改变就是制作界面的系统，以前要合成东西需要一直翻列表，现在新版直接把制作清单分成武器、家具、工具等等的分页，甚至还提供你搜索的功能。最方便的是系统会自动读取附近箱子里的素材，代表说我们不用把材料带在身上，直接在工作台上点下去就做好了。对于像大陆这种常常忘记各种材料放在哪个箱子的人来说，简直是救星。再来是 NPC 房屋系统，以前盖房子要算高度、光线、门的位置，还要去确认 NPC 认得这是合格的房间。现在 1.4.5 里面，就算房间条件还没到位， NPC 还是会先出现，只是无家可归的 NPC 晚上会离开，白天才能继续互动。这样房间检测界面也变成了视觉化，会直接显示你还缺了什么，像是扫床就不要床，扫桌子就不要桌子，对新手来说友善很多，对老玩家也算是一种贴心啦。另外，背包空间压力也减轻了不少，骑士获得后会直接登录在系统里，不再占用背包空间了。而相同道具，连同有前缀的版本也能完全堆叠。以前背包常被旗帜塞满的困扰，这些真的有被解决。在开荒过程中，让大陆惊喜的地方，就不能不提新种子系统。建立世界的时候，不再需要输入神秘的代码，可以直接从菜单里选择特殊种子类型。这次新增了很多种子，其中最让人好奇的应该是空岛种子了。从空中一小块孤岛开始，周围根本没什么资源可以拿，连同世界本身都需要靠自己一步步盖出来，感觉还真的是超硬核的。不过这种极限生存的玩法，对喜欢挑战的玩家来说反而更有趣。另外还有像是地形破碎化的种子、地牢强化版的高难度种子，甚至连多人分队出身的大逃杀模式都有。不同种子组合之间还能产生特殊互动，把世界生存的可玩性又往上推了一个层级。聊完系统面的改进，接下来绝对是这次更新最新兴的亮点——联动内容。这次的版本加入了与死亡细胞的深度联动，包括主角的外观、时装、悬挂式的药水瓶装饰，还有碎石、致命牌组等好几款联动武器。大陆自己实际玩起来的感觉是，这些武器的打击感和特效都还蛮到位，会让人有种在玩死亡细胞的错觉，但又保留了泰拉瑞亚的战斗节奏，整体融合的还算不错。另外一个联动对象是前阵子超红的幻兽帕鲁伙伴可以直接出现在泰拉瑞亚的世界里，其中招牌的帕鲁虽岩龟可以作为可召唤生物登场，慢慢挖掘方块，还有打大猫会打怪，也增加挖矿的效率。对开荒前期资源收集来说，真的蛮实用的。把两个完全不同风格的游戏角色丢在一起，这种跨界组合，大陆觉得还蛮有趣的。召唤师玩家这次也迎来了一大福音，官方新增了多款全新的鞭子武器，包括月光领主掉落的终极鞭子、星辰鞭以及腐化或猩红主题的鞭子。
同时也加入了召唤师专属的修饰语，让召唤流在配装上多了一些策略性。对喜欢当召唤师的玩家来说，应该会蛮开心的。另外还有几样让大陆印象比较深刻的，比如说可以携带物品的特殊史莱姆，像是身上带着云块的云史莱姆，在你探索的过程中，如果看到一只史莱姆身里藏着东西，打死它就可以拿到，算是有趣的惊喜。然后游戏还加入了可驾驶的遥控车，让你开着遥控车到处跑。音乐方块也很有趣，可以自己谱写该音乐机关，还有新的坐骑类型，包括恐龙坐骑等等。那如果您问大陆泰拉瑞亚到底值不值得在2026年入坑呢？大陆的回答当然是值得啦。老实说，一个人开荒的乐趣确实很纯粹，从零开始慢慢变强的过程是这款游戏最迷人的地方。但如果可以和朋友一起玩，多人模式才是泰拉瑞亚真正发光发热的时刻。一起打 BOSS， 一起盖房子，一起在地层里被陷阱阴到全队团灭，那个欢乐感没有亲身体会过，真的很难形容。当然，大陆也要诚实说一下，如果你是完全没接触过泰拉瑞亚的新手，开始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门槛，游戏不会明确告诉你下一步要做什么，探索感很强，但也需要一点耐心。不过大陆觉得这也正是泰拉瑞亚的魅力所在，没有人规定你一定要怎么玩，你完全可以走自己的节奏。想砍树盖房子可以，想一直往地底挖矿打怪可以，想挑战所有王冠打个痛快当然也可以。就像网络上一句经典评价，一个好玩的游戏从不被玩法所定义。好的，那接下来大陆也要跟大家聊一下这次港澳台玩家最关心的手游版更新资讯。其实早在今年1月底的时候 ，PC 还有主机平台的 1.4.5 就已经先上线了，而港澳台手机版在经过一段时间的准备之后，也终于在近期正式迎来了版本更新。这也是泰拉瑞亚手机版近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更新。这次手机版更新带来了超过600件的新物品、35种世界种子，还有与死亡细胞和幻兽帕鲁的联动内容。不论是新玩家想重新开始体验，还是老玩家想回锅挑战新版内容，现在在手机上都可以随时随地开打，蛮方便的。而且目前在 Google Play 商店上，其实只要120块台币就可以入手，苹果 App Store 也是3.99美元而已，比 Steam 上的还要再便宜一点。加上大陆个人是觉得泰拉瑞亚做一款精神时光屋游戏，用差不多是一杯饮料的价格来入手，就可以玩好几百个小时以上。说真的 ，CP 值真的很高哦。最后，大陆也想特别感谢泰拉瑞亚团队带来这么丰富的更新内容，不管是 PC 版还是手机版，每个细节都能看出他们对游戏的用心。这也是为什么这么多年来，泰拉瑞亚始终是许多玩家心中无法取代的经典。那么今天这支影片到这边也差不多到尾声啦。大陆最后稍微总结一下，如果你是喜欢高自由度沙盒游戏的玩家，或者想体验一场完整的2D 冒险与建造之旅的话，泰拉瑞亚 1.4.5 版本真的很值得试试看。不管是 Steam 版还是手机版，现在都更新到了最新内容了，随时都可以入坑。如果你已经是老玩家了，那这次的联动内容、空岛种子，还有全新的制作界面和编辑强化，绝对会让你有回国的新鲜感。加上台港澳手机版也已经更新了，随时随地拿起手机继续建造属于你的世界，完全没问题。最后，若你喜欢大陆的影片，可以给大陆一个赞、分享和订阅。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啦，祝各位游戏愉快！